啊，终于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这里是天穹市吗？准确来说，是某些蛇之信徒此刻正梦到的天穹市。蛇之信徒，胡狼曾吹嘘，他们渗透进了全世界的各行各业，总数有几十万人。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，不过至少从尊主出世以来，世界蛇就没有为办事的线人发过愁。有些人乐于帮助我们，不过更多的还是归顺于所谓的集体潜意识。尤其是圣痕的强大和意志的弱小，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不成比例的时候。好啦，先不聊这些胡狼和灰蛇才会感兴趣的话题，走吧，去我在这里的老地盘，咱们喝上一杯。原来你不是在开玩笑。拜托牙医，当我说想喝点什么的时候，我哪次开过玩笑呀？坐吧，你想喝点什么？牛奶。认真的？无菌脱脂，最适合拿来打发跑酒馆的未成年人了。你自己说的。你啊，还真够记仇。来，彩虹儿童牛奶，纯天然色素，特别添加 DHA 和植物活性钙，能为你的成长保驾护航。原来如此，的确是特别的牛奶。算是小空的创意了，制作起来还挺麻烦的，多亏现在是梦境，帮我省了不少力气。口感意外的非常顺滑呢。你可以再多夸我几句。哼，不过，杜鸦，梦境里的味觉真的也来自我们和梦境造物的交互吗？你还是这么敏锐呢。这么说吧，牙医，你刚才感受到的味觉，多半应该就是我的味觉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我记忆中的味觉。原来如此，借助梦境来彼此分享经验和感受，还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体验。你看，安然入梦，至少还是能给人带来一丝小惊喜的，对吧？杜鸦，该不会事到如今，你反而要当起世界蛇的说客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也太高看我了。只是，最后的这一杯也快要喝完了，不是吗？话说回来，这应该算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吧？应该是吧，但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不在对方身上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得理不饶人的大小姐。怎么样，这半年多来与蛇共舞的生活，你过得还算开心吗？很难说，不过至少交到了朋友吧。这样啊。你呢？我当然很开心啊。不过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么鉴别的礼物，我当然要让你好好收下。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吧？没问题，征服的雷电，不介意再赢一次他的手下败将。是吗？这里可是与乐土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幻境，你最好不要太掉以轻心哦，雷之律者。偶尔切磋一下，感觉也不错。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一刀了断！
雷电牙医，你所选择的道路从来都令人敬佩。但是你也需要明白，从你离开世界蛇的那一刻起，组织的每一个成员，他们都是你名义上的敌人。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进入第2阶段。来点刺激的，怎么样？你就不能哄哄我吗？狂风，臣服于我！千鸟，拔刀！这让我想起了在长空室的日子。投降，投降！比起在乐土的时候，现在的你反而更强了呀。是吗？我倒是感觉自己的对手越来越放不开手脚了。那可难说。对不住了，我的牙医大小姐。抱歉，北辰一刀流的传人可不会被同一个招式打败2次。好吧，连这也败给你了。我还以为自己认输的那一刻，某人肯定会掉以轻心呢。你明明提醒过我，从你离开世界蛇的那一刻起，组织的每一个成员，他们都是你名义上的敌人。对有着雇佣兵身份的娜塔莎小姐来说，事情就更是如此，不对吗？真有你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回我是真的没牌可打了。本来还心存侥幸，想把你就这样带去新亚特拉呢。新亚特拉，那是在圣痕计划运行期间人们用来生活的地方。小空也很期待在那边野营呢。世界蛇应该不会好心到把所有人都搬去那里吧？那怎么可能？普通人多半只会陷入蛇编织的梦境，就此陷入沉眠吧。阿波尼亚或许会赞同这个做法，对吗？但很显然，我不是他。至少，我要凭自己的力量。牙医，你怎么了？这力量是宇宙糟了。没关系，杜鸦。从结果来说，你和他之间也算是人情两清，互不相欠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抱歉，迷途的孩子。在这场强制的梦境中，你将漂流到遥远的彼岸，见到某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。但是，你不必害怕，在那里，你会与自己最珍视的人重逢，
并与他一起努力，创造出那原本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崭新明天。毕竟不管怎么说，比起重新定义人类，重新定义世界，永远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。晚安，雷电牙医。祝你和你的伙伴们都能有个好梦。